米大摄影师在欣赏自己的作品去了。中央有光，赶紧再拍，不然一会儿又没了。好，那种不羁的当下吧。这些照片都是我完全不懂摄影的老婆拍的，而她用的相机是索尼最新发布的 ZV-E10 2代，这可能是目前为止最适合她的相机，轻便、好看，和手机一样简单的创新性的操作，全新的滤镜系统等等等等。但这台相机又不失专业，上限很高，所以在这一期里，我准备让米老师自己来聊一聊使用了1周后的一些感受，以及分享一些自己调的参数给大家。欢迎来到像素场景。那这一期评测有点不一样，因为 ZV-E10 Mark II 完全是为女生准备的一台新机，所以我计划让作为摄影小白的米老师给专业的摄影指导老胡介绍这台相机。反了，米摄影师，我这2天照片指着你呢。这对他来说或许是个不小的挑战。6K 超采样的4K 30帧、4K 60帧、10比特42，10比特什么意思？不知道。这些米老师介绍的新功能，相信也能让老胡大吃一惊。那在一开始当然是要介绍它的外形和重量。首先轻，我之前不愿意带相机，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它太重了。但是这一台相机拿到之后就是易如反掌。多少克呀？我摸摸。多少克？你做评测宝宝，你得报数据。没人告诉我呀。这儿。它不带电池和镜头的话，它的一个整个机身比一罐可乐还要轻，它只有292克。就算加上了配套的镜头和电池，也比1瓶矿泉水轻。然后呢，它这个镜头啊，也是给你们取下来感受一下。哎，超级轻啊！我天哪！这个镜头它只有107克。107克意味着什么？一个鸡蛋是多少？50克吧。2个鸡蛋，就是2个鸡蛋那么重。最重要的呢是它还可以当个配饰道具，比如说你拍照了，你没有 pose，你就假装拍一拍啊，然后看一眼，然后后面是风景对吧？这台相机我挂在脖子上也不会觉得很重很累，你随时拿起来就可以拍了。还有一点就是它带的电池少，拍照片一整天2块电池就够用了。如果要拍视频的话，可以再多带1块。这款相机的电池和陆哥平时带出去的什么全画幅的 FX-3 HM4 是啥？全画幅的 F-3 而且这款相机的电池和我平时带出去的全画幅的 FX3、HM4 等专业相机都是同一款，所以我们的电池呢，从此以后就可以 share 了。FX3。其实我平时都是用手机拍嘛，你知道每次我们俩出去旅行的时候，他只要看到我有掏手机的动作，他就开始骂。啊！不要用手机，用手机拍，浪费了这么美的景。用相机。不，有一点，像米二这样是不可能调色的，所以他之前跟我出行的时候非常抗拒用相机拍的一个原因，出图太慢。米老师要实时定位，实时发。但这个相机它就可以直出，它里面有好多种那个滤镜，电影感啊、复古的那种，你可以选，而且还可以细调不同的参数。然后你还可以存。我们在出发前就保存了几个自定义的滤镜，到不同的场景就换合适的滤镜去拍。然后在这里的话，我们会把照片的滤镜预设都放在这里，大家可以截图收藏。可以拍的超棒。Two worlds collided. I see forever in your eyes. I will love you forever.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自行拿走，但是不要忘记给我们一个。然后这个滤镜呢，它不仅仅是照片，视频也是可以用的。一切到视频之后，发现它的参数也不会变，而且它的美肤效果也是可以和滤镜一起用的。
给你看一个 Magic Code。当你开启全自动模式的时候，这有个3个小星星，散焦，你可以滑，而且滑哦，就是经常会有人问我，哎，陆哥，这个东西怎么才能拍得虚什么这那？然后我就开始说，来这个景深这个景深这个事儿吧，我得跟你说好几个因素来控制，一共有3个对光圈，他这会儿已经想跑了。我用女孩子的话给你们讲一下，拍我们大头特写的时候，你需要后面那个模糊一点嘛，就往散焦调，后面就虚掉了，就是你一张漂亮的大脸蛋。你又想让人好看，又想看到后面的景，你就把它调到清晰就可以了。这是什么呀？所以我觉得呢，明暗就是亮点暗点，就相当于手机上的那个小太阳上下。对，这就是那个。它在动什么参数呢？这一瞬间在。哎，你们用手机的时候，你调它曝光的时候，你会考虑它里面是用到什么吗？不会吧？确实，咱们这就是臭毛病，得改。3个，这个更屌。哦，冷暖这个我冷色暖色就是我猜到了，下一个肯定就是冷暖了。有一些按键其实也设计的很好玩。现在这个按键是一键散焦嘛？哎，那我建议啊，这个小星星模式直接变成物理键在上面，因为你这个小星星是在很多这个硬件功能里边的其中一个，那别人也会 confuse， 就觉得这个是不是？确实。就右边再添一个小星星模式，到那儿我去，里边绝对你看不懂的一个没有。你就是我的小星星。3、2、1，我台阶竖过来了。因为你知道女生很喜欢拍写真，如果说女孩子自己拍的话，我们不像他们那些中年法师们，他们这种。你像我们女生自己拍，不录了。哎呀，不录了。坐下，快点，闭嘴！你看，就这种媚摄的时候，它就可以直接在这调，然后就媚摄，妹摄影师，直接拍。土鳖了吧？可以，我叫哥摄是吧？哎呀，我叫底摄。它这里有一个这样子的小拨杆，左边是 W 和这边右边是 T。哎，而且你看哦，它真的很有 DV 感。哦，好漂亮，拉出来的一下很好看。哦，有更多 DV 感。对。想要这种 DV 感的效果，在相机里面必须是电动变焦的镜头。所有这个镜头里边带着 PZ 的，就是电动变焦头。视频是希望有很丝滑的zoom in zoom out，对吧？但拍照你就需要指哪单了。之前的电动变焦头啊，你使劲你推到底它也很慢，但是你看现在这款，哎呦，所以可以做什么了？手机的这个动作了。对，而且有时候你拍小猫小狗的话，它走，但你想拍清楚，立马转过去就拍它。看明老师那手法，骚你。纵向丝滑。哎，你记得去年你自己买的 DV 吗？他知道他结婚还用。你结婚我拿 DV 给你拍的。他装没有你用。那买的特别好。老胡打个招呼来。对焦聊了吧，明老师？索尼的对焦还用聊吗？像我们走出去旅拍了那么多次，我用过很多品牌的相机，索尼是唯一一个陆哥敢放心让我用。说话，好，继续走。还记得那个去那个观音的时候，陆哥本来是让我拿那个索尼嘛，他觉得自己牛嘛，拍到一半，索尼赶紧跟我换。我应该这么跟大家讲，就是大家如果是出去旅拍的话，真的索尼太合适了，除了能识别人，还可以识别各种动物，还有鸟，就轻轻松松就对上了，你都不用管，啪怎么甩都有。动物眼对焦只有在面对黑脸羊的时候，完全没用。但是这两天拍小猫小狗都没问题，但是黑脸羊真的是黑洞，这再来，不行，还是得看我。但是对焦上因为没有 AI 芯片，对不了人的躯干。拍远景的时候，就是苗身上没有那个框框，我还是挺慌的。而且它还有我最常用的产品展示功能。这个产品展示其实在吃饭的时候可以全程的打开，因为看。瞬间焦都就在上面了，来，你看焦点又到他那儿了，看焦点又到我这儿了，看变化的非常之自然。来，你看焦点又到他那儿了，焦点又到我这儿了。然后就是要聊聊它的画质了。CV110二代搭载了2600万像素的传感器，视频录制规格有6K 超采样的4K 30帧、4K 60帧，有1.1倍裁切，还能拍10比特42。10比特什么意思？不知道。哎，我能念出来就不错了。一个 AI 芯片，一个4K 120没有，其他你就可以把它当成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比如说我们有时候用手机拍的时候，它里面有1080P 啊，还有4K 嘛，4K 就是最清楚的嘛，就是它像素很高。然后呢，大家会看到你们有时候拍视频的时候有30帧、60帧、120帧的意思，就是说1秒钟之内它能拍30张照片、60张照片和120张照片。这个最高是60帧，跟手机是一样的。但是呢，它的画质因为够好，肯定手机是不能比的。帧数越多，只是适用于我们后期做视频的慢放用的。比如说你有时候在回头的时候你要慢放的话，60帧足够了。是，这确实足够。1080P 它有120，下雪下雨有时候会用到120。对，前2天我跟志航打水仗，那个得120，那得120，那个。这一台机子的话，我觉得我们女生用就是绰绰有余了，绰绰有余了，绰绰有余。可以，你们再划一下。索尼 ZV 系列的相机，一直到我做这一期视频，我才弄清楚，最入门的是 ZV-E 和 ZV-EF 系列，它是1英寸传感器的卡片机，不可以换镜头的。就他们这个系列里面最专业的是这个 ZV-E1，是全画幅的相机。但是我们女生的话，其实用这个就是足够了，没有必要用那个。它是 APS-C 画幅的相机，所以它镜头会比全画幅的要轻很多。它的底不一样，大家你发现了吗？哦，它更大哎，所以会怎么样？就是它底越大，它就单个的这个处理信息的面积就越大。就跟晒太阳一样，你窗户越大，你晒的太阳越多。哎，对，哎，你家全是那手机是什么窗户，你家的光是不是就多 ？OK， 这个就是那个大窗户。你知道手机是什么吗？就是那个凿壁区。稍微有点夸张，相当于你厕所里的小窗户。这个叫什么？ZV-10啊 ，ZV-102。啊，之前那款最小的叫 ZV-1和 ZV-EF， 最高级的叫 ZV-E1，这个叫 ZV-110啊，不是2吗？真的很拗口。改名叫小星星。哎，白猩猩跟黑猩猩，不是还有黑白配色吗？你也给它起个名。白巧克力。哎，可以，它那黑的就叫黑巧克力。丝滑。对，纵享丝滑。所以你喜欢哪个名字，可以在弹幕里边告诉我们。我如果就单纯说相机小星星，它就可以直接。而且你想，你拿这个相机你都分不清楚，如果女生在买的时候怎么得了？索尼有一套叫黑卡，那就特别好找，特别好找了。黑卡1、黑卡2、黑卡3、黑卡4，对吧？我觉得它如果是针对我们这个群体的话，真的我决定取一个好听的名字吧，因为我们女生对这个数字真的不敏感，不像那个什么 F-X3，大家会觉得这个换镜头有什么意思呢？不换镜头的机器是不是更容易、更简单、更好上手？因为我之前有听到过这样的，我就这么想的。对，其实换镜头它能给你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比如说今天我想轻轻松松去扫街，和朋友聚会，我就可以挂个饼干头；而如果我去旅游的话，我就可以带上几支更专业的镜头来做严肃的创作，能拍到这样，还有这样，还有这样的画面。而且索尼的 APS-C 画幅的相机有一点好，不仅用索尼自家全画幅的镜头，而且能转接大部分别的品牌的镜头，比如说佳能、尼康、徕卡，还可以上一些电影头和老镜头会有不同的风格。不过像这一些镜头的话，你肯定要克服手动对焦。总结一下，下限很低，上限很高。同志们，这是梦幻山坡，这是法师米，已经开始用上长焦和脚架了，是何感想？就是懂得了一些快乐。我准备等一个黄色列车。黄色列车。赶快上去。 OK。 No matter which place I go, nothing 这多少钱？你猜7、8。 7、8千，你觉得怎么样？可以。你觉得有什么缺点吗？要是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缺点，就是可能涂了护手霜之后摸起来会有点滑。哦，就它这个材质的问题，稍微有一点点塑料感。对，啊是。然后是过热问题。4K 60帧最高规格，我们测的20分钟。其次呢，就是没有机械快门。机械快门是什么？我给你听一下，你就知道了。听到了吧？拍照片的时候就是那种咔咔那种爽感没有。 你们好无聊，无聊啊！无聊，这声音很重要。你知道你们这个意味着什么吗？就是我在买一个护肤品的时候，我的拧盖子我要听到声响。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每一次我跟你一起出来玩，最大的一个矛盾点就是，你好像更在乎的是一定要把这个景色马上拍下来分享给大家，
啊，而我更像是把它当成一个作品筛选，然后要剪辑调色。因为我要记住当下我的感受，我记忆力非常不好。上个月我们去了哪，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了。我就去朋友圈翻的时候说啊，那天做了这些事情，做了这些事，我就看着就很快乐。我还记得我到现在最爽的一次摄影的这种经历，是黑卡给我的。我去那个温哥华的市区转了一圈，我就什么都不想了，就这个黑白档，而且用的自动挡，我就见到什么拍什么。特别理解。摄影这个，我觉得有一个关己和达人的问题。我们之前可能太在意达人了，我会觉得，哎，我这么专业的人，我到了这个地方，我得拍成什么样？但是其实我们一起出去旅行，记录我们自己才是最珍贵的。我拿着这台相机的时候，我会把摄影这件事看轻一点，我并不会在乎那么多的参数，在乎那么多的七七八八的东西，而是专注在构图、情绪发生了什么。